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阿塞偏偏，继续和大家解说悬疑奇幻剧《莉亚的7重人生》。上回说到，一个17岁的少女小白本打算自杀，却偶然发现了一具尸体。之后每天晚上睡着以后，她都会魂穿到30年前不同的人身上，寻找当年案件的真相。前几晚，她分别穿越到了死者阿豹、自己的妈妈以及阿豹老板的儿子帽子哥身上。小白发现每一个人都有杀人嫌疑，直到附身在了女校霸拽姐身上时，小白才猛然意识到阿豹真的有可能是自杀。这一天，阿豹惨遭帽子哥污蔑，被赶出了全家赖以谋生的果园。无家可归的他，还被最信任的好朋友，也就是小白的爸妈插了2刀，遭遇了众叛亲离。阿豹心灰意冷地走向山谷。小白忍不住心疼阿豹，他可太理解这种绝望了，这和自己当初想自杀的心情如出一辙。或许这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。当初阿豹救了小白，这才换小白来阻止阿豹。正当小白这样想时，盖哥找到了他。别忘了，如今小白附身在了拽姐身上。盖哥把自己的妹妹带到了医院门口，如今摆在拽姐面前有2条路，一是把孩子打掉，二是选择生下来把孩子送人。不管怎么选，盖哥都会支持自己的妹妹。可刚刚经历了黑妹消失事件，小白现在可不敢轻易替身体的主人做决定。鬼知道拽姐究竟想怎么处理这个孩子。见盖哥比较好说话，小白灵机一动。这乱糟糟的一天终于结束了，时间也回到了2021年的6月18日。醒来后，小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认黑妹回没回来。小白放心不下的还有拽姐的孩子，万一盖哥隔天没带他去医院，那不就BBQ了吗？小白找到了拽姐的家，开门的却是一个颓废潦倒的大胡子，他显然就是30年后的盖哥。拽姐唯一靠谱的兄弟，如今怎么过得如此狼狈？盖哥告诉小白，拽姐早就搬走了。说话间还不耐烦的把他往外赶。小白赶紧问，当年他有没有带妹妹去2次医院？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，小白才长舒了一口气。回家的路上，女警官叫住了他。原来警方有了新发现，正是阿豹是死于枪伤，而且是近距离朝脑袋开了一枪。这更加证实了小白的推测，阿豹是死于自杀。如今只要回到过去，阻止阿豹用枪自杀，小白就可以成功救下他。回到家后，小白发现白爸和白妈竟然从小白的房间里翻出了阿豹丢失的笔记本。小白也不打算瞒着了，直接把自己穿越的事和盘托出。明明只要他们说出当年的事，小白就有希望救下阿豹一命，可他们非要遮遮掩掩。小白的老实父亲还一个劲儿的维护母亲。好家伙，这一个2级反转，差点没闪了白妈的腰。他只得支支吾吾的供出了帽子哥。至于原因，白妈只说白爸自己心里清楚。老妈的尊严瞬间稀碎，她失落的离开了家。白妈想跟小白解释，却又说不出个1、2、3来。既然闹到了这副境地，白妈再也没有理由留在这个家。她收拾好行李，光明正大的跑去找帽子哥了。只有闺蜜还惦记着小白。闺蜜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她找到了录像带扩大器，只要把白爸当年拍的那些小的录像带套进去，就能在播放器上读出来。他们立刻来到爷爷家，可播放器被爷爷卖掉了，好不容易得来的线索又断了。小白人已经麻了，她不想再回家，便拉着闺蜜在爷爷家睡了一晚。醒来以后，小白的身边躺着2个裸男，自己居然变成了40岁的大波浪，这还咋去学校安慰阿豹？正当小白发愁的时候，白妈过来拿约定好的糖果，小白当然不知道在哪儿，最后还是在白妈的提示下才找到一张唱片。不过唱片只是幌子，白妈真正想要的是藏在里面的违禁药。还没等小白反应过来，之前一直认为给阿豹要的是帽子哥，没想到就是自己的老妈。或许阿豹去了当天过量的违禁药也是他给的。眼看白妈就要离开，小白只好让白妈带话给阿豹，告诉他今天一定要来店里，他要和阿豹聊聊音乐的事。小白还想将白妈手中的糖果要回来，不料催租的人突然找上门来，这才让白妈趁机溜了。催租的人说，大波浪已经3个月没有付房租了，再交不出来，唱片店就要凉了。看来大波浪也只是表面放纵不羁爱自由，实际上他的日子也过得一团糟。处理完大波浪的事，小白终于可以喘口气。就在这时，阿豹来了，万万没想到他竟然真的应约前来。无家可归的他渴求大波浪的收留。小白一听，立刻警觉起来，要赶紧打消他这种想法才行。而安慰别人最快的方法就是和他比惨。小白说自己的原生家庭很压抑，父母每天都不快乐，久而久之，这种悲伤也传染给了他，让他感觉活着没啥意思。一番发自肺腑的安慰，让阿豹好受多了。他第一次觉得大波浪走进了他的心里。
Je sais pas, j'ai l'impression que t'es pas comme d'habitude. 对小白来说，阿豹宛如一个触不到的猎人，即使自己爱上了他，对方也无从得知。30年的时光横亘在这里，小白的感情注定得不到回应。两个人吻着吻着就少儿不宜了。好家伙，没想到大波浪和阿豹竟然是这种关系。虽说彼此已经情了熟路了，但阿豹认为这是他们灵魂最契合的一次。稍后冷静下来，阿豹越想越咽不下这口气，打算去找帽子哥算账。听到这里，小白慌了：帽子哥是你惹得起的吗？你这不是厕所里打手电找屎吗？可阿豹压根听不进小白的劝阻，毕竟比这更猛的事大波浪都做过。Toi, t'as pas hésité à aller jusqu'au bout. Mais quoi? Qu'est-ce que j'ai fait? 大波浪都做过什么？咱们只能先按下不表。小白忽然有些头晕，一定是刚才抽得太猛了。就在他倒下去的一瞬间，居然在床底看到了手枪。这会是阿豹用来自杀的手枪吗？再次醒来以后，小白打算顺着大波浪这条线调查事情的真相。去找大波浪的路上，小白突然反应过来，原来那首爱而不得的歌不是阿豹写给老妈的，而是写给大波浪的。他真正喜欢的人一直都是大波浪。没过多久，小白和闺蜜来到了唱片店。30年过去了，老板早已换了人。现在的老板并不知道大波浪的下落，只说当年大波浪连夜跑路，走的时候连灯都没关，店里还一直放着大卫鲍伊的歌。几经辗转，他们终于问到了大波浪的地址，大波浪的秘密也随之浮出水面。他的前夫是乐队主唱，多年前在演唱会上中弹身亡，随后大波浪被警察逮捕，后来因为证据不足被释放。但从阿豹当时的语气来看，多半是大波浪开枪杀了前夫。他后来又把这件事告诉了阿豹。如此说来，大波浪会不会为了隐瞒自己杀人的秘密而杀阿豹灭口呢？大波浪现在住在一个叫死亡禁区的地方，以躲避警察追捕和法律的制裁。小白决定去大波浪那里一探究竟。看到小白对此事如此上心，即使下午和黑妹有约会，闺蜜还是先陪着她来到了深山老林，见到了隐姓埋名的大波浪。眼前白发苍苍的老人看起来有些古怪，想着他的手里可能还有枪，闺蜜担心二人的安危，找各种借口催促小白离开。但小白不顾危险，依然句句紧逼。最后在小白的逼问下，大波浪终于承认他确实杀了自己的前夫，但他只是为了抵挡前夫的家暴，而他前夫是当红的乐队主唱，根本不会有人相信他是正当防卫。只有阿豹能理解他，所以他绝不会动阿豹一根汗毛。就在小白和闺蜜离开的时候，忽然间山林里风雨大作，两人被困在了这里。一向愿意陪小白胡闹的闺蜜突然板起了一张脸。刚才小白对大波浪的逼问，在他看来就是在羞辱一位曾被家暴的老人，他居然会为了这种事耽误了重要的约会。其实他生气更多是因为担心小白，看得出来小白过得并不开心。明年闺蜜就会离开小镇，万一自己走后小白想不开做傻事怎么办？一番真诚发言感动了小白，她仔细想了想，决定明年和闺蜜一起去里昂。就在二人重归于好的时候，大波浪出现了。小白亲眼看见他把手枪丢进了河里，难不成大波浪真的是杀死阿豹的真凶，现在正在藏匿凶器？回家的路上，小白偶然间看到了烂醉如泥的老爸，赶忙开车把他送回家。半醉半醒间，白爸主动提起了阿豹。Quoi, Ismaël? C'est-à-dire? Papa? 好家伙，你倒是把话说完再睡啊！正当小白干着急的时候，帽子哥突然打来电话，警告白爸不要再纠缠白妈。听到这话，小白开始反思，当初是不是不该捅破这层窗户纸？正在小白懊悔之时，闺蜜给她带来了新的希望。黑妹真的搞来了播放机，他们终于可以看到尘封的录像了。如果说之前闺蜜对小白穿越的事是将信将疑的话，现在看到录像，直接惊掉了下巴。Tu vas voir, attends. 他终于明白，小白是真的穿越了。很快，二人就找到了世界音乐节，也就是阿豹去世当天的录像。只见几个人来到一片树林，山间传来清脆的鸟叫。小白下定了决心，不管在哪里醒来，他都要拿到大波浪的手枪，绝不能让阿豹重蹈覆辙。这次醒来，小白终于穿到了白爸的身上。小白刚到练习室，阿豹就和白妈因为他报考伦敦的事吵了起来。阿豹认为白妈要去伦敦，就不能再参加他们这次的表演了。小白当然希望这次演唱会3个人一起上，阿豹却不依不饶。最后白妈看不下去了，主动退出。看着妈妈转身离开的背影，小白忽然想到昨晚爸爸伤心的样子，看来自己穿越回来不光是要拯救阿豹，还要挽回爸妈的婚姻。小白叫住了白妈，坚定地表示3个人要在一起，就跟一键3连一样，永不分离。但阿豹死活不愿意和白妈同台，气得夺门而出。小白却只希望白妈不要离开白爸。Je t'aime. Tu sais que tu me l'as jamais dit. 白妈和他约定好晚上在老地方见面，可小白压根就不知道老地方在哪儿。这边安抚好白妈，
小白赶紧来到唱片店找大波浪的手枪，没想到帽子哥居然先他一步。帽子哥被揍得满脸开花，这才和照片里的伤对上了。原来他的伤并不是阿豹打的。在小白离开大波浪的身体以后，阿豹再次找到大波浪，大波浪也因此知道了帽子哥冤枉阿豹的事，于是就向帽子哥的老爸告发了，导致帽子哥被老爸暴打一顿。帽子哥这次来唱片店就是为了找大波浪报仇，但是大波浪却不在。等帽子哥走了，小白立刻蹲到床底找手枪，可手枪却不见了，是被大波浪带走了，还是被帽子哥偷了？两种都有可能。唯一不变的是，小白今天的计划泡汤了。既然阿豹是注定救不回来，那就好好珍惜和他相处的时光吧。和家里闹僵的阿豹打算去山上凑合一宿，小白放心不下，便提出一起露营。但是之前答应了和白妈在老地方见面，为了爸妈的感情，总不好无故爽约。小白便给白妈家打电话，匆匆向外婆请了个假，跟着阿豹上了山。转眼到了晚上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气氛开始不对劲。Je te connais. Et puis je vois comment tu me regardes. Enfin, t'aimes les mecs, c'est évident. 好家伙，这话在小白听来就是你爸要弯死了。这反正真是闪了我的老腰。感情喜欢阿豹的不是白妈，而是白爸。这么看来，白妈后来出轨也是因为老公是弯的。慌乱中，小白将自己穿越拯救他的事脱口而出，可这落在阿豹的眼里，反倒像柜门大开后的恼羞成怒。都说恐同即深贵，他更加确定了白爸是 gay。小白发疯一样的跑回家，没想到开门居然看到了白妈，合着白妈说的老地方就是白爸的卧室。白妈听到外婆说今晚不见面了，以为白爸要和自己分手，火急火燎的来到他的卧室，结果连人影都没见着，只能坐在床上干等。可小白现在没心情跟他掰扯这些，满脑子都是你爸要弯死了。崩溃的小白靠在老妈的大腿上痛哭流涕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不死心的小白开始搜索老爸性向的证据，还真让他翻到了一封白爸没有寄出的写给阿豹的信。看到这里，小白瞬间理解了爸爸，他对阿豹的感情何尝不是这样，永远没有办法向阿豹表白，只能把爱意藏在心底。醒来以后，距离阿豹真正的死期只剩下1天，而今天也是他30年后的葬礼。正当阿豹弟弟悼念哥哥时，蓬头垢面的白爸冲进了现场，把憋了30年的话一股脑的说了出来。Je l'aimais. 经历了上次的穿越，小白对爸爸的公开出柜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也明白爸爸说出这番话内心有过多少挣扎。小白之前只顾着追寻真相，忽略了阿豹的离世对爸妈的冲击和伤害。白妈在他失踪以后就再也没弹过吉他。爸妈说完之后，成年之后的拽姐居然也来到了现场，上前抚摸了阿豹的棺椁。这没头没尾的一句是什么意思？他有啥对不起的？难不成拽姐和阿豹的死也有关系？无独有偶，大波浪也赶到葬礼上，站在远处匆匆一瞥后转身离开。小白赶紧追了出去，把大波浪扔枪的事告诉了女警官。女警官却劝他适可而止，可小白又怎会轻易放弃？亲眼见证了父母的爱情悲剧以后，他更要救下阿豹，扭转他们的命运。一向支持他的闺蜜却突然改了口，劝小白放手。Si Ismaël survit, mais toi t'existeras pas. 小白的确爱阿豹，但为了救他，要搭上自己的命，那这事儿还得再缓缓。他买了一大堆提神饮料，只要自己不睡过去，就不会穿越到过去，也就不会一时冲动救下阿豹。对于父母，小白的观念也转变了很多。他不再责怪白妈出轨、白爸出柜，也不奢求他们复合，只要他们开心就好。小白现在只想要过好自己的生活，首先要把命保住。只可惜用尽了办法，终究还是难敌困矣。但小白下定决心，不管他这次附在谁的身上，都一定会远离阿豹。虽然很残忍，但他好不容易重燃生活的希望，想要好好活一把，绝不能就这样断送了性命。闺蜜很理解小白的决定，拉住了她的手。随着闺蜜的沉沉睡去，小白也再次回到了1991年。按理说，附在阿豹身上是最有机会救下他的，只要老实待在家里，哪儿也不去就成了。可如果阿豹活了下来，小白自己就不存在了。小白来到了世界音乐节的现场，因为白爸说过，试音是他见到阿豹的最后一面。刚准备试音的时候，大波浪把小白叫到一边，一见面就扑了上来。今晚演唱会结束后，大波浪会离开这里，他想带阿豹一起走。小白认为这或许是一个机会，既可以拯救阿豹，又不会拆散爸妈，把自己搞没，于是便答应了一起私奔。试音结束后，白妈递来一杯啤酒，算是提前庆祝今晚的演出。满怀心事的小白一口气就闷掉了大半杯。
白妈告诉他自己考上了大学，但他考试用的曲目是两个人共同创作的那首歌，只不过白妈把作词人改成了自己。小白之前穿到白妈身上，看到那盘磁带时就已经知道老妈盗用阿豹的歌词，所以听到这些话时一点都不意外。但白妈似乎铁了心想让他意外意外，她把违禁药倒进了酒里。J'ai pas envie de rater les trucs de ce soir. Trop tard. 白妈也很意外，明明大家说好的一起嗨，怎么搞得跟给了下毒一样？这里白妈的药应该就是小白附身大波浪那一天，他去店里拿的糖果，算是一个小伏笔的回收。小白赶紧跑到旁边催吐，但没有一点效果。就在这时，白爸找了过来，他不记得昨天发生了什么事，只是隐约感觉不太妙。小白就把昨天发生的事和盘托出，白爸当场恼羞成怒，生怕这件事被白妈发现，让自己辛苦经营的直男人设毁于一旦。好家伙，白爸的新的杀人动机出现了。小白快速捋了一下现在的情况。阿豹知道白妈盗用他的歌词以后，可能一气之下想不开，这样来说自杀也是有可能的。而如果是他杀的话，现在有3个人有嫌疑，一个是大波浪，一个是帽子哥，不知道手枪究竟在他俩谁的手里，另外一个人就是白爸。被迫出柜的他也有可能会杀阿豹灭口。小白要想让阿豹活下来的话，一定要远离他们。他立刻找到大波浪，说现在就想走。大波浪固然危险，但先离开这里准是没错的。不料帽子哥追了上来，上去就找大波浪算账。他的女朋友拽姐紧随其后。就在大波浪试图用小药片哄帽子哥的时候，小白的药效来了，一瞬间天旋地转。几人决定先找个空旷的地方透露气再说。不料白爸和白妈也跟了过来。很快，他们来到了录像中的那片树林，不远处就是阿豹死亡的山谷。大波浪拿出小药片和大家分了分，除了拽姐，众人都吃了。小白环顾四周，身边的人居然都是他曾经穿越的对象，无一例外。你死不死？所以到底是谁杀了阿豹？答案即将揭晓，大家可以把你们认为的真凶的名字打在弹幕上。不久后，夜色降临，一行人围着火堆嗨了起来。树林间传来几声清脆的鸟叫，简直和录像带中的场景一模一样。没想到竟是虚惊一场。正当小白放松警惕的时候，帽子哥突然掏出了枪。原来他刚才趁乱从大波浪的包里把枪偷走了。小白冲到白妈身体的时候，帽子哥也展现了他用枪的实力。但小白也没带怕的，直接骂帽子哥是废物。反正今天阿豹必须死。又是虚晃一枪。为了防止再出什么意外，几人上前争抢帽子哥的枪，最终枪到了白爸的手上。没开3度了水势，好在小白没有中枪，只是落了水。之前阿豹也经常在这里跳水炼丹，因此小白暂时没有性命之虞。然而财里虎穴，病入狼窝，拽姐的混账哥哥们来了。咱们之前说过，他们其实阿豹是阿拉伯人，趁着月黑风高，尽情的欺辱他，撒尿灌嘴，按头喝水。在他们的一番折腾下，小白很快就没了反应。混账们知道自己玩脱了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没想到小白突然吐出一口水来，众人心里一惊，这还不如直接死了。万一阿豹把他们做的事捅出去，那警察叔叔岂不要找上门？他们命令最好欺负的盖哥开枪打死阿豹。小白好不容易躲过了他们的搜查，抬头一看，惨了，这里才是小白发现阿豹尸体的地方。看来按照故事的走向，阿豹的命终究还是要交代在这里。果然盖哥追了上来，小白知道他心性不坏，他一定是因为这件事心怀愧疚，才会在30年后过得那样落魄。这次只要小白晓之以情，或许他就会放阿豹一马。Si tu me laisses partir maintenant, t'as un avenir. T'es un mec bien, Jonathan. 这次小白彻底救下了阿豹，而这也意味着小白即将消失。他终于找到了大部队，大家陷入了两难境地。白爸以为自己杀了阿豹，一心想去自首，可这样一来，摸过枪的帽子哥也解释不清。而且说到底，这是大波浪非法持有的枪，到头来谁也脱不了干系。小白的穿越不仅仅是拯救了阿豹，而且是通过牺牲自己，拯救了所有人的未来。阿豹拥有了新生，白爸不必再隐瞒自己的性取向，白妈也想走向更广阔的人生。他们不必因罪恶感勉强结合，从此在小镇上压抑的过一生。假如他们没有行婚，自然也不会生下小白，小白也就不用沾染他们的悲伤，觉得生活无望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小白不光是救赎了他们，也救赎了自己。
即将日出，小白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抓紧时间向自己爸妈告别。J'ai fouillé dans vos secrets parce que je supportais plus de vous voir malheureux。白妈也说出了真实想法，在白妈面前承认了自己并不喜欢女生，但这一切与白妈无关。白妈也将离开小镇，去伦敦上大学，未来一片光明。话既然都说开了，小白也没了牵挂。他挖出了之前埋的笔记本，记录下了自己穿越的故事，即使阿豹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他。Juste le temps de comprendre que j'aurais jamais dû naître. Ismaël, mon amour, tu me connaîtras jamais. Mais je t'ai sauvé la vie. Parce que je t'aime. 天亮以后，小白消失了。阿豹像往常一样醒来，笔记本上突然多出的内容让他摸不到头脑。这个小白是谁？难道是有人恶作剧？紧接着，那些险些死亡的片段突然在他脑海中不断闪回。阿豹回家拿东西，本以为离家出走几日后，爸爸会对他大发雷霆，结果反而对他心平气和，不但向他道歉，还让他留下来好好生活。阿豹再次翻看笔记，还是感觉莫名其妙。他试着问了问自己的弟弟 Si je dis Léa, tu me dis quoi? Je sais pas, moi. Laisse tomber. Rendors-toi. C'est pas le nom que tu m'avais sorti quand tu m'avais fait croire que t'étais une fille du futur. 莉亚的七种人生到此落幕。在川的设定下，他其实演绎了一个关于救赎的故事。结局的自我裁决，有些像为了拯救身边人的幸福，不惜穿越到过去，把生在子宫中的自己勒死的蝴蝶效应。小白也用自己的牺牲驱散了30年前所有人的阴霾，就像瞬息全宇宙，只是把穿越当一个壳，实际上讲的是一个中年母亲的婚姻家庭危机，最终与家人、与世界、与自己和解的故事。莉亚的七种人生也是如此。小白一开始就想自杀，因为他看不到生活的出路。偶然的穿越恰好给了他一个契机，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父母的一切。白马深知自己的取向，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，他必须压抑自己的情感。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正常一点，他在和白马好之前，还特意光速谈过好几场异性恋，可终究敌不过自己的心意。当小白附身到白马身上时，白马一把把他从阿豹那里拽走。当时小白还以为白马因为吃醋宣示主权，现在回头来看，白马吃的可能是阿豹的醋。而白妈本以为是一个出轨不负责任的母亲，结果看到最后，反而她才是最负责最有担当的那个人。明明都考上了伦敦的音乐学院，失去了好朋友阿豹，还要安慰因此无限自责的白妈。白妈直接放弃了大好前程，甘愿当同妻，窝在小镇里一辈子。后来他和帽子哥之所以能走到一起，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当年的事，让他们有了共同的秘密。而其他的角色也都塑造得很立体，值得品味。嘚瑟的帽子哥喜欢虚张声势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钱有势，但实际上是外强中干，一辈子惨遭老爹 PUA。拽姐在学校里永远妆容精致，一副高高在上、drama queen的样子，但回到家里，她就要伏低做小，伺候重男轻女的爸爸和混账兄弟。看似风流倜傥的唱片店老板娘，实际上40岁了还过得一团糟，连房租都交不起。另外，最让边边感动的角色是小白的闺蜜，直到看见录像带，她才真正相信小白会穿越。也就是说，在此之前，她只是将信将疑，但依旧愿意陪着小白发疯，和他一同去寻找线索。那闺蜜做的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？其实她一早就明白小白想死的心，可自己明年又不得不离开小镇去大城市，所以想在这段日子里尽量让小白高兴。即使她说的话像是天方夜谭，闺蜜也愿意伴她左右。在得知小白的确能够穿越改变过去的时候，闺蜜问出的第一句话不是新鲜，不是好奇，而是 C'est pas hyper dangereux ton truc là. 最后小白和阿豹2选1的时候，她了解小白，知道他最后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。小白和他道晚安，她却在和小白道别。整体来说，莉亚的7种人生绝对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奇幻悬疑剧，逻辑自洽，悬念丛生，反转不断，结局又引人反思，感人至深。对得起某瓣8.3的高分。如果它不是一部法语剧，说不定热度会更高。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，如果你还想听哪部电影或电视剧的解说，也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里留言告诉偏偏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